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美丽的催眠治疗师 Jenny。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，是关于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方向。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主题？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人有稍微提到跟问到，就是有认识的人就是想要找到人生方向呀。然后我发现就是好几次在跟不同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，听起来他们也都在找自己的人生方向跟目标。那我自己观察到，就是每个人的状况好像都不太一样。有些人是那种每天都很忙，然后行程满到爆炸，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往哪里前进。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其实没有忙什么，然后就是感觉每天都日复一日，也没有做些什么事情，觉得生活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，然后很无聊、很枯燥，又觉得好像应该要做些什么。另一种的话，可能就是知道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前进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去到那个位置，就一直在原地打转，然后打转久了就开始觉得很迷茫，就是我想去那里，可是我去不到，然后就卡住，就是有不同的情况这样。那这次的内容一样会分成几集来讲解，就是前面会去看说，在人生里面不同的阶段的时候，迷茫的原因会是什么？那个心理底层的原因是什么？然后后面再来讲解，如果遇到的话，有哪些方法是可以采取的？可以用什么样实际的行动去应对跟面对这种迷茫的心态跟感受？然后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跟方向？我自己关于要录这次的内容其实是很期待的，因为其实我以前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找说，我到底要什么？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我的方向是什么？因为从长大的环境就是发现身边有很多的人，很多的朋友，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干嘛，自己何去何从，可是我都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我到底要干嘛？我的擅长的是什么？我都不知道，然后就一直很努力，然后很用力，一直在想办法，什么都尝试，什么都做，就真的就是很渴望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方向。那当然我也阅读过很多的书籍，上过很多的课，也经历过非常多的事情，所以也可以就是把我的一个里程心得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几个就是引起迷茫的因素。前面有稍微提到，就是像对于未来没有方向感，就是有那种不确定性。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前进？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规划我的下一步？我要怎么样去前进？那有些人有可能是就是对于自己现状很不满，就是觉得要去做些改变，可是又不知道到底要改什么，然后是往哪个方向进行改变。也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的那个掌控感是比较少的，就是生活上可能有很多人会介入自己的人生，然后介入自己做选择的权利，就是会让自己觉得说我的人生都是被人家左右的，所以感到迷茫。也有很多人其实是因为社会压力、家庭压力，就是很多的规范啊，很多的社会上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外在的因素，所以感到迷茫，就是会觉得说，好像应该要去符合什么样的要求，符合什么样的期待，符合什么样的标准，然后就是搞得自己其实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，而是一直在满足外在的这些需求。那如果是已经出社会在工作的朋友们的话，可能会对于工作就是有很大的那种职业规划的困惑跟迷茫，就是也许在一份工作已经待了很久了，然后觉得倦怠，又或者是刚进到一份工作，然后有很多的挑战，不确定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职业这样。那也有很多人是因为人生就是发生了一些转变，所以感到迷茫没有方向，像是比如说刚毕业啊，或者是经历了失恋啊、离婚啊、失业，或者是移民到新的国家，这些都会让自己就是在适应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环境或转变的时候，有一种失去方向感的感受，就会感到迷茫这样。还有就是我们现代社会，因为有社交媒体嘛，然后就是大家常常会分享自己的生活啊什么的，或者是就是想要去秀一些自己很厉害很棒的地方，然后就是更容易让自己去看到别人在做什么，就会做一个比较。那这些比较其实也会引发迷茫的这件事情，就是可能会觉得我们都同年啊，我好像不如人家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我到底在干嘛？我怎么会还没有前进？什么什么，就是会因为很多的资讯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就看得到，然后我们就会拿来做一个比较，然后就打压自己，让自己更加的困惑，觉得没有人生方向。
那如果要快速的，就是做一个整理的话，其实这些因素的底层都是跟自我认知，还有就是自我认同这部分有关的。因为当没有一个足够的自我认知、自我认同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被这些外在的东西去影响到。那我们后面会再来多说一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分享，就是如果是在一个迷茫的阶段，然后就是没有人生方向的情况下，常见的一些感受有什么？就比如说觉得很困惑啊、焦虑、缺乏动机、缺乏目标、自我怀疑、沮丧，然后还有生活就是不平衡，觉得人生失去意义方向，觉得孤独，或者是一直在做很多的行为，或者是成瘾了一些行为，是在帮助自己逃避现实，就是不去面对自己的生活的。然后也很容易就是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，因为急嘛，想要有一个就是方向，所以就是可能会很急着去采取一些行动，那这些行动可能最后其实是反而没有帮助到自己的。那如果在听的朋友，你有刚才形容的这些情况的话，就是这些感受的话，就是不用担心，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然后如果有这些感受跟行为，也不用去自责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后面会再多说一点，去告诉你说，如果有这个情况，你可以怎么样帮助自己，怎么样去应对，有什么样的行为行动是可以去做，然后让自己跳脱出这个迷茫的感受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来解说，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会面对到什么样的迷茫的点。那其实，在求学时期，比如说高中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是求学的压力会需要去开始想着，我大学要选什么课啊，要学什么，然后上哪个学校，就会开始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出现。然后当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，就会一直有很多的猜想，很多的怀疑，没有足够的自我认知跟认识。可以帮助自己去做一个选择，然后就会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。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也很容易就是会有家庭跟社会的影响。那如果说在这个期间还没有很足够的自我认识的话，其实很容易会出现很多的价值观的质疑，就是可能从小到大自己的认知是这样，然后跟同学相处是这样，然后学校教的是这样，社会说的是这样，就会有非常多的价值观在互相冲突，然后自己就一直要去理解跟理清，说到底我要的是什么，哪一个路是我喜欢的，我想要选择的，什么对我才是最好的。那如果这时候就是身边没有一个就是比较能够去帮自己做分析啊，然后分享所有的选择的利弊关系的人，那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，要去摸索很多东西，要去了解很多东西。也许其实也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但是身边的人如果不支持的话，是需要去跟这样的就是身边的人去做一个对抗啊，然后去创造出自己想要选择的这条路的，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事情是要去面对的。我记得就是我自己在高中时期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就只是说，听学长学姐说几年级的时候要干嘛，然后就跟着做这样，只是大概有一点方向，知道自己可能要选什么做什么，可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听别人在干嘛就跟着做这样。那时候是不会感到迷茫，只是会有一点焦虑，会觉得说不知道选这些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也不清楚做这些选择其实对于我接下来的人生发展会有多大的影响。就是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经历过这个阶段，就是如果是还在这个阶段在观看的朋友们，就是尽可能的去找到可以给你很中立的分析，给你很中立的意见跟想法的人去帮助自己。接下来的人生阶段就是大学时期嘛，就是要去选择自己的专业，到底要修什么，然后修什么之后，也许毕业之后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，虽然大部分人不是，但反正就是也是一个面对很多选择的过程，然后这些选择其实都是会有蛮多的影响的这样。那在大学期间迷茫的人其实特别多，因为我记得我自己那时候大学，因为状态一直不是很好，所以其实我有去看过心理医生。然后那时候心理医生就跟我分享，很多人到大学的时候都会进入到一个情绪的低潮期，因为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
人的转折点就是从小孩到说，开始要面对社会责任了，然后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很多的选择，要为自己的人生开始负起责任，就会有很多的冲击，然后就会有一个人生低潮期。这样也很多人是在大学时期迷茫，当然也有很多人没有啦。但是就是这段期间，其实遇到这些情况的话，也都是非常正常。那如果是在学生时期，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高中时期或大学时期，遇到这些就是迷茫的情况的话，可以就是让自己多去自我探索，就是比如说觉得自己可能是对什么有兴趣的，真的就让自己去沉浸在里面去了解，然后去深入理解之后，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，真的是有兴趣有热忱的，然后也可以透过去体验不同的东西之后呢，对自己有多一层的认识。那因为我对台湾的就是教育体系不是那么的了解，我是在加拿大就是就学的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加拿大很常就是会要求学生是什么课都去拿，什么课都去尝试，然后到高中的最后1-2年的时候才开始选自己到底要多学哪方面的知识，然后大学的时候也是大一，就是很多课都是要求一定要拿，然后大2、大3才开始去选自己的主修是什么。那其实我自己个人是很明显特别喜欢什么，特别不喜欢什么，然后哪些科目就是非常的擅长，然后哪些科目就是非常的不擅长，是一个极端的对比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去找到自己喜欢什么是蛮容易的。那现在就是科技其实很发达，资讯也非常的就是accessible， 很容易就可以获得，有很多那种心理的测验啊，或者是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的那种测验，其实都是可以去做，然后去看说，其实自己适合什么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写过一份，然后我就写完，他就说我很适合去当翻译、口译，或者是当导游这一类。我就那时候看到，我就说，其实真的蛮适合我也很喜欢。那在过去的人生里面也有做过类似的东西，就是口译啊、翻译这些，然后导游是没有，可是我觉得我也蛮适合，因为很多朋友那时候去台湾找我玩的时候，我也是带他们到处走，是我喜欢跟有热忱，很自然就会做的，很擅长的东西这样。那我在想，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大概有一个方向，说，其实我比较喜欢什么，我对什么是有兴趣的，那可以去寻求这方面专业的人士去多了解。比如说，你是想要做一个工程师好了，你可以去找网络上的工程师，然后去问他们说，你做这份工作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？当然不要只问一个，就是多问几个，有多元的不同的回馈，多元的资讯，然后去帮自己做一个判断。那国外的大学其实还有很多的，就是像实习的这种机会，台湾好像也开始越来越多实习的机会，所以就是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的方式去做尝试，去真的看自己喜不喜欢，然后有没有热忱。热忱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是非常关键跟重要做选择的一个凭据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个选择对不对，我想要去尝试这个对不对？其实真的就是你认为当下自己的心告诉你说你想要做什么，尝试什么，你就去试，因为这个过程你一定会有所学习，你会累积属于自己的经验，然后自己的心得感想，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过程，你才有机会真的更认识自己。所以就是不要害怕去做选择，然后不要害怕说如果选错了怎么办？其实都没有所谓的错，而是你自己有没有投入在其中，有没有在那个过程里面去学习到东西，有没有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成长，然后更认识自己，然后更理清自己的方向，想要往哪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讲下一个人生阶段，应该很多人现在都是在这个阶段，就是职场的阶段，在工作然后就是可能会有职场上的竞争，然后不确定这个职业到底适不适合自己，又或者做很久了，很想要换一个工作，可是又不知道换到什么领域。在这个阶段会迷茫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从学生转换成出社会，然后变大人嘛。那成为大人
人之后接触到这个社会，有很多的现实面的东西需要去考量，然后也有很多的价值观可能会开始有不同的转换，就是很多事情跟自己以前想的会是不一样，而是有更多的实际的实战的经验这样子。那在这个过程也有可能，比如说有人有组织家庭啊，会有一些新的影响啊，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跟需求跟方向。我觉得这个阶段迷茫的点，很多时候应该是在就是生活的平衡，就是比如说自己个人，我想要什么，我有什么样的需求，我想要自我实现干嘛干嘛干嘛。然后另一个就是现实层面的考量，就是说我不是必须，我的责任有哪些，我的义务有哪些，我需要做到哪些事情。好，那我就先把就是中年阶段的迷茫的情况也讲完，再一起来讲可以怎么样做。就是中年阶段，就是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生活跟事业是很不满的，就是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达成自己理想的样子，就是没有所谓的成功。也有些人是相反，就是其实在事业上有非常多的成功，可是在自己的生活上，可能跟人的关系啊、家庭的关系，就是相较的没有的那么的顺。同样就是会因为现实生活上的一些考量跟一些就是内在的一些需求，就有很多的价值观的重新评估啊，然后就一直问自己很多问题，就是想要去做一个调整，然后也许在这个过程呢，就会感到非常的迷茫，因为有太多事情要考虑，太多事情想要照顾好，太多事情想要做，然后就不确定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。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面临就是空巢期，就是孩子们长大呀，然后开始离开家里，就失去了一个重心，或者是又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改变跟转换需要去适应，然后就会开始不习惯啊，然后也有些人可能是有一些健康问题开始出来，然后导致自己开始觉得焦虑跟迷茫，就是没有方向感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觉得是鼓励大家就是停下脚步，就是去重新评估自己的目标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。也许有时候有些人在追逐的那些东西，并不是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，而是这个社会或者是很多人灌输给自己，然后误以为是自己想要的，但它其实不是真的带给我们快乐，或是让我们有成就感或满足感的。所以就是要花时间去厘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对于自己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，然后从这个方向去确认完之后呢，开始做调整。很多时候其实所谓的确认，不是说你就100% 完全的清楚自己要什么，要怎么走，而是你的心知道说 OK， 我知道我现在要的是这个，然后你就往那个方向规划性的前进，去到那里，然后到了那里之后，你再评估一次 OK， 这是我要的吗？要不要 OK， 那我再重新评估一次我要怎么做，继续创造出我要的。它就是一个一直在转换的过程，后面也会再提到就是怎么样去找到人生方向。那最后一个阶段的话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年阶段，就是有些人可能退休啦，然后退休就是又是一个新的人生转换，会不适应，然后没有方向感，也不确定接下来的生活到底要做些什么，怎么样度过，再加上健康有可能是慢慢的下滑的，然后行动不便，可能就开始比较少出去接触东西，或者是跟人交流，就会开始感到孤独跟迷茫这样。有些人甚至于就是开始面对到迈入死亡，就是我们人都会嘛，就是任何的生命都有自己的一个周期，那人也会面对到死亡的这一块，可能会开始花更多时间去思考生命的意义，然后去反思自己的一生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就是偏比较消极的方向去看待的话，就容易感到迷茫跟困惑。这时候其实是也是一样，跟前面提到，就是应该要让自己更多的去做一些以前可能没有做过的事情，然后去尝试各式各样自己会有兴趣的东西。那其实我看到有蛮多身边认识的前辈啊长辈，他们在这个阶段就是开始会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，就是都是他们那个年龄层退休的人的那个年龄层的社交活动，然后也会开始培养新的兴趣啊跟爱好，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是充实的，不是说很忙，可是真的是去享受做这些事情的那个时光。还有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认识的这些人，他们就是开始比较重视自己的健康，会更常更频繁的去做很多就是运动啊，去保养自己的身体。
OK，所以我们刚才其实 cover 了蛮多的东西，就是引起迷茫的因素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常见的一些迷茫的感受，跟人生不同阶段会面临到的迷茫的这些原因。那我们就是在下一集的时候来讲，怎么样来定义人生目标是什么，然后对于人生目标什么样的误解跟迷思，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从迷茫的这个过程，让自己去找到方向，然后找到人生的目标。总结就是，如果你在经历迷茫的阶段，然后没有什么方向感，其实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让自己知道说 OK，这是正常的，然后再让自己采取行动，去一步一步的去前进。我们后面下一集会再多说一点。好，那这一集的内容就先到这里。如果有什么想问、想了解、想厘清的，都可以再告诉我，我会再做内容，或者是直接留言里面就是回复大家。好，那祝你们今天玩得愉快喽，拜拜。